Hello，大家好，我是 DB。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群晖 NAS 如何使用命令行的方式查看硬盘的 Smart 信息。我们都知道，对于群晖 NAS 来说，数据是存在硬盘上的，所以硬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硬盘是否健康、是否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查看硬盘是否健康、是否稳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硬盘的 Smart 信息。首先，我们需要进入准备阶段。准备阶段第一件事是打开 dpit.lab00.com， 然后搜索 smart， 找到本期视频对应的文档，打开。你需要知道的是，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文档里可以找到。现在我们把这个文档放在一边。接下来需要登录到以 SSH 的方式登录到你群晖 NAS 的 root 用户。然后这边如果不知道怎么以 SSH 形式登录到 root 用户，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视频。登录进来以后，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命令第二部分的第一个命令，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到这边我们敲一下。这个命令的用途是什么呢？是找到这台 NAS 上所有的硬盘的 ID。你可以是不知道你这台机器有多少个硬盘的前提下，也可以是知道的前提下，反正这个命令都可以扫描出来。然后这边我们敲一下回车，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代码。这时候不要着急，我们先来搜索。我们在这边输入-dev-SATA 就可以找到。这边一共找到了2块硬盘，这是第一块硬盘，一块 4T 的硬盘，然后这是第二块硬盘，一块500G 的硬盘，它们的 ID 分别是SATA 1和 SATA 2，然后这2个就是我们要的 ID， 我们把它存放在这个地方。好的，接下来我们回来继续搜索，把 SATA 改成 NVMe。NVMe 就是固态的意思，这边只有一块，它的ID 是0N1，我们把这个完全复制下来。好的，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台机器上一共有2块机械硬盘，一块固态硬盘。下面我们需要用这个 ID 来扫描它的 Smart 信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文本。这边有第2个命令和第3个命令，分别对应的是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我们先把第2个命令复制过来。这边是 SATA 1，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ATA 2，分别对应不同的硬盘。那么 SSD 也很简单，把它复制过来。首先我们先来运行第一块机械硬盘的这个命令，我们先把屏幕清掉，然后我们来运行。不好意思，它第一行没有匹配上。好，这样就出现了这个硬盘的信息。然后这个是一块 4T 的硬盘，跟我们刚刚看的是一样的。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相关的 Smart 参数。一般我们会看哪几个参数呢？我们会看第5个参数，它的当前值是0。然后我们还会看197和198。一般我会看196到199这4个参数，它分别是0、0、0、11。只要197和198都是0，一般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块硬盘，也是一样的内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固态硬盘。好，这是固态硬盘的这个 Smart 信息。就是有的观众可能看到这边我用的是 NVMe， 不是用的 NVMe。这边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我把 N1 拿过来也跑一遍，是得到相同的内容。我把这些内容放到了这个文本对比里，可以看到它除了 ID 的区别以外，输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边无论用0还是加 N1 都是一样的，不受影响的。然后这边我想回来多说一下，就是这个 Smart 信息我们拿到以后，对普通用户来说，或者说对不专业的用户来说，还是有一定阅读的困难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用 AR。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完全丢给 AR， 就是说让它分析一下 Smart 信息，然后把这个完整的 Smart 信息都丢给它，然后 AR 会给一个完整的结果。首先它会评估一下硬盘是多大的，健康度没问题，指标都正常，没有任何的警告。虽然用的时间比较长了，但是可以放心使用，会给一个总体的评价。然后会分项来说，像第2项就是对 Smart 关键信息的一个分析。它这边分析的是5、197、198和199，我一般认为5、197、198就足够了。然后它还会顺带的就是把使用情况分析一下，
比如说我这块硬盘已经用了2年多啊，然后通电次数啊什么的，温度啊各种，它通过温度还间接的分析出我这台测试 NAS 的位置，就是运行环境还不错。像在这里我就把那个 SSD 就是 NVMe 的信息也放过来了，也进行了相同的读取。大概的说法就是这块 NVMe 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分析的方法。其实本来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命令行的方式读取到了 Smart 的信息，但是我觉得对于有些用户来说，直接用命令行的这个方式还是太过于硬核和不便捷，所以我们下面将使用群晖系统内置的自定义任务的方式来读取这些信息，这样会更简单一点，但操作上会稍微复杂一点。好的，我们首先来进入一个准备环节。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存放 log 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读取的信息要存放在一个文件里，因为命令它的那个自定义任务运行的时候是没有输出结果的，所以我们需要用文件来。我这边是在群晖的系统内，在 system need keep 里面有一个 log 文件夹，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你只要有一个文件夹来存放 log 就可以。像我这样选属性，把这里的这个就是地址给它完整的复制出来，然后把它粘到我们的这个文档里来。这个 log 只是文件夹，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文件名，我这边用的是 smart.log， 这就是完整的 log 存放的路径，就是以后输出的所有的 smart 信息都会存在这里，可以理解对吧？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命令来运行这个 smart 查询，并把结果存到这个 log 文件里。那么聪明人你一定想到了，是我们的第4个命令，我们把这个命令复制到我们的这个文本里。这命令一看很多，对不对？但是仔细看，它是有一个括号和后面的组成的。我们先把括号打开看，下面的我们先不管。括号展开以后，里面的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它们是什么呢？这样一看大家就明白了。这3行是我们刚刚运行的查看 smart 的命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可以输出 smart 信息。这一行是单独输出了这3个这个符号，就是做一个开头的标志。这个 det 是输出当前时间，我把它们用括号包起来，并且每一个命令后面加上一个这个分号，就是为了保持它是一个单独的命令，它可以以一个命令组的方式去运行。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命令没有加这个分号，然后下面这个是保持固定不变的，这也是固定不变的，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对应的这个 smart log 的地址，我这边用了小写，这边是用大写，无所谓，没有任何差别。好，我现在来还原这个命令。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命令，现在我们需要回到群晖 NAS 里来让这个命令通过自定义任务运行起来。我们打开控制面板，自定义任务，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smart check 了，它是从这个自定义任务用户自定义来新建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属性，首先随便取一个名字，然后用户选 root，定义的时间我是选了2025年的10月1日开始，每3个月运行一次，运行时间是每天的2点，你这边可以随便改，但是建议就是最少是每3个月运行一次。然后后面就是把这行命令就是从这里复制过来粘贴进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然后如果你需要通过邮件的方式获取这个结果，就把这个打开，然后写上你邮件地址，然后重点是把括号以外的内容删除掉。括号里的内容是输出 smart 信息，括号以外的内容是保证把 smart 信息输出到这个 log 文件里。如果你想以邮件的形式获取结果，就是不能进入 log 文件，直接让它在命令行里全部展示，那么邮件就可以把你展示的内容统一发给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邮件是需要配置的，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一期通过为群晖 NAS 配置发送邮件功能的这期视频。好的，我们到这里这些内容都完成了，我们把这个命令也保存了，这个自定义任务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log 里面，它是没有 smart 这个文件的，对不对？我们这边右击选运行，运行以后它这边需要刷新一下 smart 这个 log 就来了。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直接查看说一下，这个在线就是在 web 端直接查看的这个是一个插件，
这个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个如何安装这个插件的这个视频。然后我们现在来直接打开编辑，就是以编辑的形式查看一下，这个对群晖来说有这个插件还是挺方便的。我们来对照我们的这个命令来看啊，首先是3个这个符号，它输出在了这里，然后紧接着输出的是一个时间，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也输出了，然后下面是3个 smart 信息到这里结束，这是第一个 smart 在这儿，然后到差不多到这里结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smart， 这是第2块机械硬盘，后到这里开始是第3块，就是 NVMe 的硬盘，到这里输出结束。所以说每一次这个自定义任务运行的时候会把结果存到这个 log 文件里，这样就能保证不使用命令行，通过 log 文件的方式，通过自定义任务就可以看到 smart 信息。好的，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 smart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群晖是基于硬盘来做支撑的，硬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硬盘是否健康，是否稳定，就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 smart。 在 smart 里如果发现数据有问题，那么你就要进入更深层次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对数据及时的调整硬盘更换或者什么。当然这边也提醒，建议最少每3个月查一次 smart 信息。如果你有查看 NAS 的习惯，那么就把它存到 NAS 的像 log 文件里也好，或者自己用命令行的方式运行也好。如果你没有这些习惯，可以直接用邮件的方式把结果发送到邮箱，定期去看一下就好。然后这边提醒一下，无论 smart 信息怎么样，大家应该有一个备份的良好习惯。如果对备份视频备份数据这块感兴趣，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群晖 NAS 如何进行备份的这个视频。备份真的很重要，大家如果你没有做备份的话，一定要看。好的，这就是这期群晖 NAS 使用命令行或自定义任务的方式查看硬盘 smart 信息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文件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谢谢。